2025年工作好不好找？适合投个资、玩股类，适合创业吗？这期内容我们来窥探一下明年整体的经济趋势以及行业的走向。根据星象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先是利好的消息，明年25年乃至后年呢，都是扩大内需的年份，内需会重过于外需。我们会看到中央很可能会力保这一块啊，因为吉星木星进入到巨蟹，巨蟹象征着家、国、中央、地方政权等等一些对内的一些政策，包括百姓日常的消费，以及对内的投某资，以及各地的政界买需求等等，这三大内需板块都会是重点。也就是说，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呢，它代表着这是一个比较适合投个资理财创业的一个时间。那客观来讲呢，我们民族百姓过去几十年最熟悉的投个资方式呢，就是房地产以及房地产牵涉到的几十个上下游的产业。那明后年呢，在这些方面都会有一个维稳和恢复。那要注意的是这不代表房地产长期是看好的，因为冥王星25年起已经不会再重回摩羯座了，这就是正式宣告着以土地、以地产为经济核心的地租经济时代彻底宣告结束了。虽然短期明后年地产以及地产有关的上下游的产业呢会有维稳的一个趋势，但它这个恢复和维稳只是为了拉动经济的一种稳定和缓慢的一个增长，它一定不会再是中央和市场长期的一个主导盈利项目了。所以呢，如果奔着长期投个资来看的话，这不会是优先的选项。未来呢，它会是以人、以空间为主导的一个经济走向，比如说人的需求是什么，什么是人可以做机器做不了的等等。不过呢，在以家庭为单位的住房、用车、孩子上学以及创业营生方面呢，应该明后年会有比较多利于普通家庭衣食住行以及读书教育等方面的政策和机会过去可能一些比较严苛的条例是有望放宽的，比如说物价可能会变便宜，或者是你能够花更少的一些费用就能够让孩子在这里读书家也可能是你买个房子，孩子能够上更好的学校等等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相关的一些信息。以及如果你的家里面的人他是一些特殊身份、特殊职业的，比如说军人，或者是你是无子女的家庭等等，这种可能会有一些政策出来，让这样的家庭你可以去申请一些福利，包括会有一些促进结婚生子的政策福利会进一步的放出来。那投个资方面，除了房地产链路较牵动整体经济和普通老百姓的心以外，还有一个大家可以重点留意的就是股类等金融理财，包括货币这一块。因为吉星木星呢，明年上半年是在双子座，后年会走到狮子座。双子呢跟货币流通与交易有关，狮子呢跟投机类的风险投某资是有关的。也就是说，股类明后年以及再往后都会有比较多的机会可以入场以及获利。虽然个股呢是要具体看每一个人的一个自己的行运以及分析该股的趋势的，但整体股类的大方向是非常不错的。